诺，吃吧，小心烫。莫玄羽愣愣地看着他，这人长得真白，和女孩子一样秀气，眉心的朱砂红的精致，仿佛供在佛堂里的菩萨，活生生走下了神坛。金光瑶拿起调羹，笑道：“你不接，是要我喂你吃吗？”莫玄羽回过神来，连忙伸手接住，一声不吭地吃了起来。金光瑶微笑地看着他：“我是金光瑶，是你同父异母的哥哥，你叫我哥哥便好。”莫玄羽瞄了他一眼，然后默默低头吃东西。金光瑶温声道：“怎么样，好吃吗？”莫玄羽点点头：“我看你年纪还小的样子，今年多大了？13、14。”莫玄羽声音小得可怜：“真年轻啊。”金光瑶看着他消瘦的小身板，想了想道：“之前跟人学过剑法吗？或者体术呢？”体术？莫玄羽心想，应该是指打架之类的吧？没有。莫玄羽嚼着汤圆道：“但我跑得快。”金光瑶笑了，见他笑得好看，莫玄羽也跟着笑了起来。笑着笑着，他就不笑了。金公哥哥，我阿娘为什么不能跟我一起来兰陵呢？莫玄羽低着头，盯着碗中自己的倒影。金光瑶沉默了一会儿，不知道。莫玄羽道：“那你阿娘呢？也不在这里吗？”金光瑶看着他干净的眼睛，手指微微蜷起：“我阿娘很久以前就不在了。”莫玄羽一惊，忽然感觉自己没有想象的那么惨。他思考了一会儿：“那我以后是跟着你吗？”金光瑶眨了眨眼：“这种时候不是应该说句抱歉勾起你伤心事了之类的话吗？”“我阿娘不在，你阿娘也不在，我跟着你，你无聊的时候我还能陪你说话。”莫玄羽说了一大串，眼睛亮亮的。金光瑶眼中某根绷紧的线忽地放松了下来，他笑着摸了摸莫玄羽的头：“好。”莫玄羽嘴边沾着汤圆里露出来的黑芝麻，露出了他来到这里后第一个舒心的笑容。半晌，金光瑶端着空碗走出房间，脸上的笑意却迟迟没有卸下。这孩子并不构成威胁，他想，或许还能为我所用。他走在金陵台的夜色中，踩着满地的月光，一点声音也无。玄正29年冬，金陵台。金陵台的大雪下了很久，今日方休。听完了下午的课，弟子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，神色小心谨慎，低声讨论着，不敢露出半句欢声笑语。因为昨日家主金光瑶年仅4岁的独子金如松遭人暗害，不治夭折。金光瑶和夫人秦素悲痛欲绝，准备为早伤的儿子操办一场盛大的丧仪，估计这几日就要开始了。17岁的莫玄羽穿着一件单薄的金星雪浪袍，独自穿梭在3、5成群的裹着毛领斗篷的同门中，眉间的朱砂突兀而违和。他旁若无人地经过他们，那些弟子们也不看他，等他走过去后便聚在一起，对着他的背影窃窃私语。莫玄羽对这些声音置若罔闻，他早就习惯了，就像他习惯了寒冬季节里只穿一身单衣，仿佛是一种冻在骨髓里的孤独。他走到金光瑶的书房门前，走上台阶又退回去，怯怯地左看右看。他失落地想，哥哥好像不在，那我等他回来。他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，坐在一块假山后面，一边抱着膝盖，一边盘算着要怎么安慰哥哥。他14岁上金陵台，15岁那年金光善暴毙，对这个父亲压根没感情的他，是葬礼上唯一一个挤不出眼泪的人。当时很多族中长辈看不下去，要治他的不孝之罪，但都被金光瑶压了下去。后来金光瑶登上仙都之位，莫玄羽站在台下一大群弟子门生中间，看着身穿华服的金光瑶款款登上金陵台的御阶，每一步都走得十分郑重。他曾听人说，金光瑶还没认祖归宗的时候，曾被父亲从这里一脚踢下来。这么高的台阶，一定摔得很疼。金光瑶每踏一级台阶，都好像踏在莫玄羽心尖上，一下一下的疼着。他仰头看着金光瑶的身影，仿佛散发着光芒。最后金光瑶登上了重檐歇山顶汉殿，坐在正殿中央的主位上，台下众人纷纷欢呼庆贺。莫玄羽却在人群中哭得像个傻子，他总是这样不合时宜。
他天资差，修为低，也不怎么努力，平日里痴痴的，话不多，不愿意凑热闹。府中众人表面上对他和和气气，私底下却十分嫌弃他。但是金光瑶不会。莫玄羽生病的时候，金光瑶坐在床边喂药，迷迷糊糊中，莫玄羽拽住了他的手，他便趴在床边睡了一夜。每逢年节，金光瑶都会让莫玄羽写封家书，再着人寄给他莫家庄的母亲。每次看到母亲的回信，即便是千篇一律的唠叨和叮嘱，莫玄羽也高兴得很。金光瑶悉心地照顾着这个弟弟，几年下来，莫玄羽已不再那么瘦骨嶙峋，还长高了不少。宗祠祭祖的年礼上，金光瑶温柔地笑着，给莫玄羽点上朱砂。莫玄羽仰头看着这个神明般的人，好像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，只想一直跟在这个人身边，不念过往，不问未来。他就这样坐在雪地里想着，手脚冻冰了都不自知。远处的回廊上，满脸憔悴的金光瑶走来，神情恍惚，腰间的环佩玲珑作响。莫玄羽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连忙站起来，话还未出口，就看见金光瑶迈进了书房，然后锁上门，把跟在身后的侍从留在门外。哥哥。莫玄羽不知所措地立在原地。两个侍从走下回廊，朝莫玄羽这边走来。莫玄羽见状，连忙躲回假山后面。家主茶饭不思，也没人敢劝。想劝也要和家主说得上话才行啊。家主吩咐了，谁都不见，如何能劝？连夫人也不见。也不见，夫人都哭了一宿了，见了不还是徒增伤感。我听说凶手已经查清楚了，就是那个反对咱们家主建瞭望台的宗主。这真是卑鄙！敛方尊苦心孤诣建瞭望台，明明是造福百姓的事，那个小宗主是非不分也就罢了，居然还因为这点局语就杀人泄愤。可怜小公子才那么小就。放心，只要罪名坐实，仙门百家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敢害仙都的儿子，他别想好过。杀人抵命，天经地义。可是不管怎么报仇，家主和夫人终归是痛心啊。二人低声谈论着，渐渐走远了。莫玄羽等到他们的声音听不见了，才从假山后面探出头来。他看着金光瑶紧闭的房门，忧心忡忡。谁也不见，连嫂子也不见吗？他闷闷地坐下，不想回去，又不敢上前敲门。好吧，就在这里等着也不错，哥哥总会开门的。莫玄羽捡起一根枯枝，在雪地上画起画来。金光瑶手里捏着一只长命锁，那是阿松生前带的。儿子，你可别怪爹爹，随便换作是谁，只要是我和你阿娘的孩子，都必须死。金光瑶摸着长命锁上的花纹，平静地想着。如今聂明觉、金光善、金如松妨碍他建瞭望台的那个小宗主，这些麻烦已经一个一个除掉了。回头看看，每一局都做得很干净，有凭有据，名正言顺。金光瑶心想，苏舍此人修为平平，本是我无意中发现的，没想到如今用起来，竟比当年的薛洋还要得力。想到薛洋，他眉头微皱。目前只剩这一个隐患了。已经快2年了，没找到薛洋的尸体，金光瑶始终无法安心。他回想起金光善在世时，薛洋还是金家的门生，玉质名门的金星雪浪袍被他穿出了一股风流纨绔之气。喂，小矮子。薛洋靠在柱子上，啃着一只水蜜桃。你那个弟弟进门已经半年了吧？你当真什么打算都没有？金光瑶揣着手斜了他一眼。我能有什么打算？你那个种买爹没头没脑的把他接回来，就是想打你脸呢。薛洋舔了舔嘴角淌下的汁水。苏舍那狗腿子替你弄死了金子轩有什么用？你爹宁可再找个山沟里刨出来的野儿子当家主，也不愿意让你当。玄宇没那个资质。金光瑶平静地笑着。再说我父亲活不了多久了。薛洋眼睛一亮，笑出2颗小虎牙。这才对嘛，与其掐死那小杂种，不如直接灭了那个老杂种。他愉快地咬了一口桃子，满嘴甜汁，凑过去道：什么时候动手？带我一个呗。金光瑶嫌弃地瞥了他一眼。我拒绝。切，小气。薛洋翻了个白眼，重新站好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杀那小的？到时候把他送我玩怎么样？金光瑶敛了笑容。我不打算杀玄宇，
薛洋差点一口呛死。我操，为什么？他太小了，资质又那么平庸，完全威胁不到我。金光瑶道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多杀他一个，万一败露，或者留下什么把柄，太不划算。那我替你杀，我做事绝对干净。薛洋搭上他的肩膀。不，金光瑶冷冷的道：你也不许动他。薛洋一愣，笑道：喂喂，你不会真的是因为什么狗屁兄弟情吧？还是说，你觉得自己和他同病相怜，